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杨紫做错了什么，被网友骂成这样？或许饭圈真的需要整顿了，这不是很明显吗？之前我都说了，就这样，就好像他们在和你竞争，而且越来越激烈。即使不断受到公众的批评，也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制造出更多的负面新闻。每当他看到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时，他就会忍不住询问：这件事的风头已经过去了，但我们还是回到这件事上来看看，粉丝们为何发起一星运动？另外，为什么他们如此热衷于紫？一战一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就不可思议的事情而言，饭圈一如既往的创新。这两天，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家有儿女》。这部豆瓣9.0的作品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电视剧，也是无数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不过，这条微博依然受到了粉丝的追捧，很快弹幕上就出现了一星好评。原因？因为不喜欢饰演夏雪的杨紫，所以在豆瓣上恶意抹黑，仅此而已。圈内的人都很清楚，这群人绝对不会无缘无故跑出去。杨紫到底做了什么让他们这么生气呢？这个答案让人哭笑不得。因《狂飙》中陈淑婷走红的高叶近日发布了她在戛纳电影节的红毯照片，但很多人都说她脖子太短，不适合戴这样的项链。也有人认为该网友是赵丽颖的粉丝，故意推高她，踩高叶。不过，经热心人士研究后，该网友在微博上大力支持杨紫，于是一次又一次的群起而攻之，矛头直指杨紫和《家有儿女》。谁在那儿？你是高桥的粉丝吗？这是赵丽颖的粉丝吗？杨紫的铁杆粉丝？杨紫的情敌？旁观者？或者也许两者兼而有之？而赵丽颖主演的电影《幸福万家》更是获得了不少一星好评。给这部电影打1星的网友，圈内构图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也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有些人前一天还迷恋她的美貌，第二天就被抛弃了。前一秒他还是粉丝，下一秒就被说成他的黑粉了。一些不理智的黑粉总是那么年轻，那么活跃，那么咄咄逼人。与摸清窍门相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这次一星事件会动摇公众对豆瓣评价体系的信心，也会让公众认为黑粉是一种的非理性行为。总之，这家餐厅实在是太吵了。随着此事的发展，微博上出现了一个名为《家有儿女》被恶意指责批评的热门话题。于是，很多人在豆瓣上给《家有儿女》打了5星级的高分，这也是对童年记忆的一种保护。央视、光明网等多家新闻机构纷纷发表意见，指出恶意评分是错误的，要警惕评分系统被饭团劫持，影响评分的可信度。然而，仅2天后，一则有关恶意评分的新闻就在网络上流传。肖战主演的电影《梦中的大海》首映后，短短几天就获得了超过10万条评论。豆瓣温馨提醒，节目评论区存在一些异常，目前正在整改中，会有一些评论，敬请关注。这句话很隐晦，但是大家都清楚，肖战的5星黑和1星黑混在了一起，导致了豆瓣的崩盘。大家需要花一些时间来辨别，豆瓣上有多少电影和电视剧有异常评论？这个问题以前很少有人回答，但是这几年回答的很多，尤其是像《无名》这样的大家熟悉的电视剧。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主角都是1线明星。豆瓣已经对一些涉嫌被控制评论的电视剧做出了解释。一部人气女演员的电视剧原定晚上8点整开播，但由于某些原因拖到了晚上9点整。但开播前，晚上8点到9点之间，这部电视剧的评论栏里1星评论超过600条，评论近4000条，账号超过1000个，超过6700条5星级评论，3333324条5星级评论。显然，这是一场星级运动，但这场星级运动却是一个更大的阴谋。还没开始，就已经引起了数万人的热烈讨论。演出结束后，还好吗？至于评论的频率，可以从1颗星到5颗星不等。兄弟姐妹如果被诽谤，只能用1星5星来形容。他们会提出投诉，在网上受到攻击，对自己造成伤害，甚至散布自杀的谣言。这就是这个烦人的饭团的情况，他的评价不是根据食物的好坏，而是根据他是否喜欢。
我对这部作品充耳不闻，不求理解，只是对男主大加赞赏，很亲近。这不仅是为了鼓励兄弟姐妹，也是为了提防异族，是一种自害的行为，真是太天真了。娱乐圈有一句话，没有千万别上春晚。这1亿工资不是工资，而是广告费。从一个话题的评论区，到一个豆瓣的评分，到一个短视频的推广，到一个公众号的推广，到微博上的一搜，到抖音上的一个，快手上的一个，可以在其他网站上看到的广告。因为《满江红》，农村问题专家的名字在春节期间再次走红，并持续了1个多月。无名氏的豆瓣评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关于王一博的表演，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中一个话题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流浪地球2》首映当天票房被打回原形，网上出现我不想看3小时电影，我不想看等评论，去了洗手间8次。但实际上，这只是一部14分钟的短片。各个制片人和宣传人员什么时候才能弄清楚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证明自己的电影好，而不是别人的电影不好。最坏的结果就是像10年一品温如烟，一部电影可以上微博热搜，也可以在豆瓣上有一个还算不错的评分。但《流浪地球2》依然是国内票房第1熊出没，没有一线明星，却悄悄积累了大量财富。尽管如此，没有人会放弃这顿饭。据某主流媒体发布的明星粉丝调查显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他们的粉丝大多数年龄在24岁以下。目前，北京网络上明星起诉网友诽谤的案件超过70%，法庭上都是未成年人。年轻意味着更容易接触网络，更容易说话，更容易掌控。在娱乐圈里，有一个热门话题叫做时间从某人身上夺走。对于陈腾，大多数人都会嘲笑他，说他的颜值被岁月带走，让陈腾失去了颜值。这很符合他的喜剧演员绰号，也符合他这些年来发胖的程度，尤其是当他在军校的时候。但对于杨洋、王俊凯这样的一线明星来说，最流行的答案通常是时间带走了杨洋的另一半。我们都知道杨洋等人的敌人，难怪有吴某凡和李某峰这样的人。这真的只是一个玩笑，一个玩笑，一个玩笑。但在我看来，这也是典型的被圈子侵蚀的现象。人不为己，杀天地。要么这个，要么那个，要么那个，要么那个。没有朋友，没有伙伴，更没有志同道合的同事。只有不同身份的人对家人和兄弟姐妹充满敌意。网络上已经有了很多进化，但有些人的天真却从未改变。这个年纪，这个身体，这个身体，这个行为，这个精神，还停留在孩子的阶段。责任心差，心胸狭隘，优柔寡断，心理脆弱，需要关心和安抚，出了事就会被训斥和举报。一群反黑人的顶级明星正在向他的粉丝展示他的能力。那些无助的网友唯一能做的就是告诉为他们写小说的创作者，我很喜欢你的文章，别忘了你的私人信息。当然，也有一些幕后黑手，一些无良媒体在背后煽风点火。比如，拿出几张当红明星的合影，问哪一张更好看；拿出几张明星的合照，问哪一张更好看；拿出几张明星的合影，问哪一张更好看；拿出几张明星的合照，问哪一张更好看；拿出几张明星的合照，问哪一张更好看。恶意评论来问问你的粉丝，拿出几张5.8的豆瓣评分来问问自己高不高。豆瓣上的大多数网友认为他太高了，而微博上的大多数网友则认为他值得5颗星。明星的公关团队最擅长的是维护粉丝、折磨粉丝、培养粉丝。发布打黑、5星好评、募捐等活动的都是名人的经理，或者是与明星公司经理有直接关系的经理。然而，在1星运动中，你很难看到明星的经纪人对粉丝有什么限制，更不用说明星本人了。除非发生什么大事，否则不会发布这样的消息。也就是说，即使有些公司不是幕后黑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默许了粉丝的各种行为。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在许多平台上，您会发现被认为不好的结果。饭圈最著名的一点就是它的缩写，英文缩写如等中文缩写，这些都是你绞尽脑汁也想不通的事情。如果它能把中文和英文转换成大小写，它就能写好所有的字符。本质上，这个饭圈的缩写就像天王照地虎、宝塔镇江妖怪这样的俚语，是对身份的考验，
也是对人服从程度的考验。如果你不懂，你就没有资格说话；如果你想知道，那就更容易了。宋丹丹参加节目，有小粉丝会问她最近有没有拍戏，为何地位如此尊贵？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宋丹丹是《家有儿女》中的第一夫人，也就是当年的收视之王。她们兄妹俩很少在春晚上唱3分钟的歌曲，甚至还炫耀过。至于宋丹丹，她每次都要表演10几分钟。上届春节联欢晚会可谓是轻而易举。胡歌与高圆圆携手出演新片《走走停停》，有网友发表评论说高圆圆曾是当红女星，可是结婚后却要为胡歌做配角，云云。他们2个都是红了快40年的明星，却依旧免不了被人拿来对比，被人嘲讽，被人用这种天真的方式挑衅。而且能成为白玉兰影后也不是什么难事，但这又怎么能不助长这个网络作者的人气，助长这个圈子的风气呢？不知不觉间就将这个圈子的风气带到了大众的心中。更有甚者，陷入了不是这就是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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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最喜欢说的就是抱走我家 XX 和我们会为你与整个世界为敌。可是他们心爱的兄妹为何要与整个世界作对？一场噩梦般的玩笑被一群狂热的歌迷所压迫。以前的大部分明星和演员都是敢于站出来，敢于拒绝自己的粉丝，拒绝一切傻瓜行为，拒绝拍摄演出视频，拒绝干扰过客。不过大部分一线明星都不敢吭声，生怕得罪了自己的粉丝，把自己的照片和黑历史给爆出来。这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他们必须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如果哪一天粉丝们真的将兄弟姐妹们的仇人们都给喷得灰溜溜的离开了娱乐圈，这真的是一种好事情吗？先不说其他，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一个人的表演没有前辈的支持，没有前辈的支持，就算是一线明星，也不可能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就是他们表演10年，也比不上卓别林这一演更能打动人心。我们这些普通人怎么面对这种情况？萧旭想到了余华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或者更准确一点来说，就是他曾经多次提到过的一段易卜生的名言：一个人对他所在的社会，都是有责任的。敢于为正义而战，敢于为正义而战。停止让饭圈控制公众意见，停止造成恶性循环。现在该是拯救这些孩子的时候了。现在就是拯救那个可怜的饭圈的时刻了，不要让他们继续成长下去。02梦中的那片海观众居然那么牛，大数据揭秘亮眼成绩背后。数据平台酷云和德塔文先后发布梦中的那片海相关数据。根据酷云收视，该剧以 1.37% 的收视率、8.73% 的市占率完美收官，位列2023年央八剧及 TOP。此外，大数据解读带来更多有趣观察，哪里的观众最爱看孟海？男观众多还是女观众多？观众的文化程度，甚至消费水平，让我们一一解读。先看酷云，从上图的收视率区域分布上看，北方地区的直播收视率高于南方。文化的地域性是客观存在的，纯正京派剧在北方的关注度更高是意料之中。不过从分布图上可以看到，西南、华东、华中地区的收视率也有1%以上，说明孟海作为品质口碑剧已经突破了文化地域性的局限。东方卫视作为联合出品方，率先加入孟海 1.5 轮播出行列，就体现了对梦中的那片海的高度认可，也是帮助孟海跨越地域，触达更多收视人群的重要推手。上图收视人群画像，本科及以上达到205。这个真是惊到了我指数，是反映目标群体在特定研究范围内的强势或弱势的指数。指数100代表平均水平，205意味着孟海的收视人群中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是平均水平的2倍多。同时，中高消费群体占比74%。这个其实和本科及以上205以及图3中的1、2、3线城市包揽收视率城市级别表现前3，这些元素都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是孟海超强商业价值的根基。德塔文景气指数开播首日破1，第4天破2，峰值高达2.265，较首播翻了近2倍。
肖战主演的电视剧中，鉴于题材关系，孟海并不是最快破2的。然而从首播到大结局的指数翻倍，真正体现了口碑发酵、好评如潮、传播地域广，彰显出国民剧气质，观众年龄层次丰富，打开年代剧、央视剧观众基本盘偏高龄之外的增量市场。无论是传播地域还是观众年龄层次，都体现了孟海的破圈之势。肖春生的逐梦之旅是少年到中年热血逆袭的进化，颇有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风骨。肖战把肖春生历经世间磨练，从张扬变沉稳的成长弧光刻画得淋漓尽致。根据德塔文规则，一部剧首轮播出后就下榜了。但是看得出孟海的德塔文走势是越往后越强劲，而且随着口碑发酵以及多地卫视的轮播，这部剧必有长尾效应。这个暂时在德塔文日榜和周榜看不到了，但是在德塔文年榜中会有体现。德塔文和酷云的数据所体现的总体方向一致，除了观众性别比例有较大差异。酷云收视人群画像显示，孟海男性观众的比例52%，超过女性观众比例，而德塔文统计女性观众比例达到79%。话说两者怎么相差那么多？其实要说孟海男观众多，我是信的。这部剧里友情线和事业线篇幅很大，尤其友情线刻画得非常深刻，耐人寻味。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